它在 handshake 沟通了哈，对交握。因为它是走 CCS2 的标准嘛，所以它整个 handshake 的效率其实看起来是比较差的。你说跟之前的跟 TPC 对。这里有声音呢。这什么声音？对啊，我在干嘛？对不对？我在听风扇有没有在运转。今天我们在超充站要来帮很多车主解答蛮多常见的疑问，像是充电的时候为什么车子会咻咻叫哇哇哇？充电枪为什么有的细、有的粗、有的重到大家拿不动啊？有的速度很快却又很细哦。这些一切的一切很简单2个字：散热。然后我就请到专家 Arthur。首先，这是DD Car 的观众们嘛，哈，大家好的，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对，我刚刚是在听啊，说有没有声音？比如说这个在运转，我们现在在充电，车子第一个就发出声音。就是当来到特斯拉的超充站的时候，它是以 DC 直接对高压电池组去充电，所以它的功率是相对很高，可能100、200，对不对？峰值很高，因为电压电流嘛，电压是高达300-400伏，那电流只要中间有一些能源效率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到电池，它就是以热的形式来呈现。那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些热很快的去把它代谢掉。那以 Tesla 的系统来讲，因为它是有 heat pump。热棒，对，那热棒除了拿来作为车室里面的人因工学，就是冷气啊，空调以外，它还会利用它的液能的一个循环，去把电池组去做。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加热。那但是在充电过程当中，如果它产生出来的废热又能够去把它带走，非常有效率的去应用加热跟制冷。那我现在听到这些发出来的声音有很多哈，有风扇，有热泵，也可能哈。热泵它就像家里的压缩机嘛，对，但它冷排那边它还是需要风扇气能把它带走。那以一般的常见的散热的应用都是用气流的方式或是液能的循环，然后让它可以快速的降温。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一直维持这个高效的运转。车主应该都有经历过，其实它声音有变小了，它有时候是会运转了很多，然后有时候会降下来。对。那我的记忆里面，有时候我充完很多电之后，拔枪一上路，怎么整台车又在叫？其实这些都是它可能 BMS 还是很多元件正在运作。对，里面看得到任何东西吗？要拆开那个盖板。对，要拆盖板。我们来开个前箱。好。今天来猜一下，这公司车还是私人车？私人车，我们也是有公司车，但是那就不好意思啦。不会，看一下原件这样子，我们讲起来比较有感觉，啊，因为其实特斯拉东西它也是藏得很好，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啦，这是小电池嘛，这小电新款就是锂电，特斯拉设计得太好了，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应该是藏在这下面啦。就我的理解啦，只要有电经过的地方，理论都要散热。应该讲第一个就是它的功率跟它的能效，因为能效在非常高的前提之下，它的损失其实就不一定非得风扇才有办法快速的把它带走，它就靠自然的风能。像很多车的流体力学思维是需要开口嘛，让气流可以很顺利的导引进去。前方的进气坝这边，那冷气的冷排在前面嘛，就是要去撞风这样的。对，当真的是自然冷却没有办法达到它的散热要求，温度一直拉上来的时候，它就变成要开启马达去强制对流，让它降温。经过刚刚的解释其实特斯拉车主手册有写，如果充电中听到风扇怎么样叫，那个是正常的，对，那个是正常的。对，刚刚那个Arthur有提到一个常见的气冷，跟液冷。我记得特斯拉的枪可以做的比较细，就是因为它是液冷枪，它在初期的像 V1、V2 的阶段不一定要液冷的方式，但是到了 V3，我印象中它就是为了要拉高这个充电的峰值功率，
对，它就开始走异能，因为电是需要传导电能嘛，你的电线本身越细，它的内阻就越大，内阻越大，它就本身电线就会产生的热就会越大。对，所以当它一直内阻在增加的时候，它相对的能够输出的功率就降低，也就是它的整个运作效率就变低，因此它就必须要考虑用异能的方式来取代这种气能的方式。V2 在台湾这个像现在这个看起来它是120千瓦，到 V3 就250，这个线细细的，旁边有第三方充电站的墙啊，它也是120的，我记得，但是线就很粗。我觉得那个直接就是阿 Sir 刚刚说到的这个线的粗细哈，牵扯到用料，然后还有它散热处理的方式或技巧，对不对？对。那第二个是很多女生车主其实常常搬不动第三方的枪啊，像很多高功率800伏的车嘛，他们会用那个。有一个白色枪头，德国那个500A 的那个液冷枪，那个就相对细一点，比较轻一点，而且速度又可以达到更快。这个是我蛮常见到的，这就是气冷枪嘛。对，气冷是不是就是说它就是自然散热？对，就是透过这个我们现在吹风，就是放着让它凉，它就是自然会带走这样子。对，就是这个线一方面它当初设计的比较长，所以它做的又更粗。现在特斯拉 V4 的也是为了要去支持其他的品牌的车嘛，对所以这个线的长度基本上你越长，你的阻抗就越大，因为电阻它是跟截面积的是成反比的，对，然后跟长度成正比，所以你越长，你的阻抗就越大，你越粗，你的阻抗就越小。它要做长，它只好做粗。我们现场就有装车枪线，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不知道，这应该是个像是个排风扇Tesla 没错，所以这边等于1、2、3然后一个对应2个装嘛，看起来是这样子，推敲一下，那种散热无所不在的那种感觉了，查一下。一台车上面会用到的散热导热，可能会有数百个或者是1000个都有可能。没有错，没有错。对。今天阿 Sir 就要帮我们介绍1000个东西。没有。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你公司里面的相关对应相关的介绍。对。所以我们充电结束，等一下就可以出发。对，我现在带你们到我们高博的总工厂，这一个厂区主要是我们的导热的相关材料。那有分很多种形式，固状的、液状的，会因为客户的要求不同，有不同的特性。我想我们都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对应的设计跟服务。就等下我可以看到真实的材料嘛，导热材料。是的，是的。要穿背心，对，防护的东西要穿对，准备要去看源头了嘞，实验室跟产线，所以厂房必备啊，识别的背心。玛丽兄弟的帽子，还行吗？实验室，这是高博的 RD 嘛，工程师啦 ，Chris。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蛮多充电站、电动车各式各样的散热、导热的产品，那我看您就准备了这一盒，那我们看看它是什么东西的。是，其实像这些都是导热片，只是说它的导热片有各种的复合的形式，甚至它的导热系数都有高有低，也可以看到说厚度是有薄的有厚的这样子。然后热就可以导走，是这样吗？其实这个东西它的导热垫片是用在填缝的，它主要是填在发热源跟散热模组之间，帮助把发热源的东西带到冷端的模组这边带走。发热源它是一个刚性的东西，我们的一些晶片啊，它在做一些处理运算，你可以就是想说是一些 CPU 或者是那个显卡这些东西，它们在运作的时候一定会温度慢慢升高嘛。假设这个是 CPU 好了，它发的热要经过冷端去排掉的时候，因为这两个都是刚性的界面，它中间势必会存在很多的缝隙，只要有缝隙，它的热导就会不顺畅，所以它今天就需要加了这个垫片，来让它热传导是更顺畅一点的。所以假设，像特斯拉的车上有很多 CPU 嘛，处理器，对不对？对。比如车机萤幕、运算的电脑，它中间就需要加这个，对，就可以把热导走了。对。
那如果这个导热系数再更高一点，它导的速度就更快一点。通常要夹几片啊？这就看整体的机构的设计，这个缝到底需要多少的厚度去填补。那各种颜色就代表它各种的导热系数这样子，我们有去做一个区分。对啊，这是什么东西？细胶垫片。细胶垫片。当然我们也有做非细胶的，有的客户他认为细胶比较容易有一些挥发性，就会考虑到说要不要用非细的这样子。好像便利贴哦。这一片就好薄哦，这样也是吗？这也是，就是或者做到这种将近是0.1mm 的薄。这一片其实是里面有夹玻纤的纱，就是这个，它其实里面有藏纱，然后再用细胶的肉身去把它填补起来。那为的就是让可以提高它的电性的击穿会更好，帮助耐电压的提升。最后还是会接到鳍片借由鳍片的那个比表面积比较多，再透过一样是风扇的方式去做导掉这样子。等于这个是一个介质。对，让它很高效率的把这个赶快带去出口。是，对啊，它这个一罐一罐，这就是液膏类的，对，膏状的，就是固态跟液态这样子，就是很像牙膏啦。牙膏是，它是把它涂在一样是涂在需要散热的地方。对，作用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是可以涂得很薄一层。如果客人的整个机构的设计，这个地方的 gap 它要很薄的缝。那这个就会更合适，因为垫片能够做的薄度有一定的限制。细胶它在耐候性跟耐热性都是比较好的，因为细胶它是一个细氧的链，那跟化学的结构有关，所以它这个链的部分是比较可以去耐破坏的，在一些老化测试来讲，算是比较有利的这样。对我们公司来说，我粗算了大概会有50种吧材料的型号，包括液态跟固态的这样子，然后去对应各种产业的散热需求这样，看他们需要多少的热性啊，需要多少的电性啊。我听到现在我有一个蛮大的疑问就你们有生产这个散热导热的材料，那谁去做这件事情像你说要点在夹在晶片中间，主要是中间的一个模组厂，比如说我是那个做散热模组的，可能是鳍片，可能是均温板，可能是风扇。我今天买你的材料过来，就是帮助我去做一个涂布，这个东西就会整批就卖给在更下游的供应链这样子。像液膏类比较容易去走自动化，就是说点胶，然后再到下一段再点这样子。对。那当然垫片这个也有自动化的，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吸盘，然后就是把它拿起来，然后再贴上去。对。提问，那一天有一个车友他跟我说，他的无线充电板手机放上去，充没几分钟之后就会过热停止。那我就在想，过热就是散热不好了，但我也不可能把他车子拆开来去改善它的散热，所以他后来去加挂一个风扇去吹它。风扇是属于我说的模组的部分，对，算是用一种气冷的方式协助把热给导掉这样子。对，那像我们的这种导热材料都算是直接接触式的，那个热导可能会在比气冷的方式会再快一点这样子。我大概懂你意思，因为在接触面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排走。对。好哦，感谢。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简易的展示区。OK。对，你们刚看到比较多的产品，细胶比较像这一类的。对。那还有一个厂区是比较属于散热的零组件，模组的部分，就是刚刚我们一刚开始进来看到那一个区域。像 Chris 刚刚教我，他可能是在 Chris 是导热材料、界面材料，但是这边看到的也是属于高博现在的产品线之一。比方说像这个散热鳍片、热管，还有我们比较重要的 vapor chamber， 就是均温板，这些最后成为一个 assembly， 我们叫做散热模组。因应客户的设计需求，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模组，一个整合的方案。对，你看得到半导体零件，凡是需要运算的、需要电力转换的、会动的，它就会产生的消耗，就会需要借由高博的科技和产品，把这些热能导到做热交换的地方，形成一个热平衡，然后维持这个系统的
稳定，不会因为热失控。最糟糕就是起火，对，发生爆炸。因为我们的东西用在很隐性的，对，那很隐性的，说实在，就算看到这个，对一般的用户而言，他也很难投射到说，实际上在车里面哪个地方跟这个有关。那我觉得就看一下你的换新版吧。没事，我有看过你开箱，所以其实那个都是小事了。对。中华这个我开箱过，算是那个时候台湾第一台电动货车吧。对，这个是本土案例啦。电池模组是用玻纤哦，像在我们的这些导热界面材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项嘛。对。那其中用在电池模组，以中华的案例来讲，它需要一个能够去让电池模组跟我们的 chassis， 就是车壳这中间有存在一个缓冲的效果，因为壳本身我们把它视为对地嘛，那它电压很高，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绝缘。本身我们的材料其实它就有一定的绝缘性，但是为了要达到就是说更高的绝缘效果，还有就是它的形状不会轻易的变形扭曲，所以加上这种玻璃纤维，它就提供了很好的不变形的形状的特性。那这些不同的异质材料的整合，这些加工大半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工厂去做所有的生产跟品质的管控。一个能源转换从燃油过渡到纯电能，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设计都已经做改变了。未来是软体定义汽车的年代，在引入所有相关的这 AI 或是辅助驾驶，其实它所依赖就是更多的 sensor， 包括像 camera，那 camera 一台车越来越多，那再加上取得这些影像之后，你要去做一些运算判别，它的算力还是非常高啊，其实也很烫，你可以在车上来看一下它的标是红色的，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贴那个，就是让他至少知道这是在上面嘛。对，因为有时候半圈的时候左右会很难找嘛。对，然后再将辅助用触摸，你可以感受到说一个左一个右嘛。对，你要摸到那一个是左，你就不用用看的。这个材质不同，阿哲是把右边的贴一个圆的啦，让肌肉有那个感觉跟大脑有没有？对，你摸到凸的就是打右边，那下面这一个扁的是打左边。对，这个提供给所有换新版3的这个，S 跟 X 也是啊，无排挡杆的版本就是这样。为了迎接无人驾驶的年代嘛，再就是说不同的国家还有地理环境不一样极冷或是热带地区很热嘛，驾驶体验一定是来自于很舒适的一个座椅嘛。早期的像 Model 3它只有加热座椅，后来大家都知道说有通风座椅的必要性，对，它就有了。对，但是通风座椅当它风量很大的时候会很吵，所以它要想办法降风扇的转速和气流流量。静音化设计外，他们就需要去思考说，除了主要的空调的这些系统以外，还配合一些局部热点的热交换，能够很快速的让身体跟座椅接触到的这些重要的位置可以得到一个舒缓，这些都是需要融入新的热管理相关的元件跟系统设计。阿瑟刚刚讲这么详细哈，我觉得是已经有在做这一个有这一个产品或者实际案例啊，对不对？新的技术开发很多，那客制化需求去满足需求也都可以做到。感谢阿瑟今天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帮大家科普，我们开车开得开不开心，散热就决定很多。有需求的各路好汉啊，这个业界先进们，欢迎向高博洽询合适的方案。好，以上就是这一次，也算是我第一次做这么深度的科普啊。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啊。我是 Marco， 谢谢阿瑟，谢谢 Marco， 下次见，拜拜，拜。最后花50秒。一个小花絮，让散热专家来替大家解答一下。很多人说前挡这么大，太阳这样晒，对，萤幕会烧掉，所以要装遮阳帘，然后不要让它曝晒。这个是该担心的吗？个人认为，它在整个挡红外线热的这一段，可能还是非常有限。即便它的玻璃层啊，那些对，已经尽量把紫外线更高频的这些光给遮挡住了，但是热的本身
如果说只是环境温度，它没有在高速运作，不会造成晶片的界面的温度超过它的规格。所以你说要烧掉，我认为不大可能了。好，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它有一个叫做温度过热的保护嘛，适当的去吹风，甚至开窗，因为这现在都可以远端操作嘛。对，它把它降温降到一个比较合理一点的车室温度，可能是比较好。如果没做，也许里面就已经50、60，对，都有可能。这个可能你电子器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它如果里面有一些像塑胶啊、皮革这些材料啊，它确实会比较早劣化嘛。没错，你真的不是很在意说电力，或者你每天的行驶不怕有这种旅程焦虑的话，那你就设30度、35度，它就自动冷气空调起来，你永远里面也不会产生这种高温的条件。没错。这个功能在安全车厢过热保护，很棒。我全世界应该只有它做。我说全台湾的车厂，中国我猜应该也有。电够的时候就尽量用了，至少可以让它不要温度无限的蓄积在里面哈。你可以看到我设40度，对，我也不是设30度，对。原因是什么？因为当它空调系统启动，热棒启动，热棒也会坏。你要不断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trade off。OK， 太棒了。对，谢谢阿正，谢谢。不客气。